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几十年来，美国是很多中国年轻人求学求职的首选目的地，但复杂漫长的美国移民过程和日益紧张的中美两国关系，使很多人生活在高度不确定性中，有些人陷入了焦虑甚至抑郁。美国移民局每年只发放8万5千个 H-1B 工作签证，而每年都有很多人申请，加入抽签的大军。2023财年有48万份申请，2024财年有78万份申请。一些受访者在每年的抽签季节只能相信玄学，去寺庙祈福，甚至吃一种传说中会增加中签概率的炸鸡汉堡。我们采访了5位与美国移民系统斗智斗勇的年轻人，将分为2期播放。美国碎片化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移民流程击碎了他们原先对美国的滤镜。这些追求自由的年轻人为了签证和绿卡牺牲了不少实际的自由，比如不敢轻易搬家离职，也不敢回国探亲和出国旅行。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痛苦也要留在美国？他们对想要润到美国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他们后悔当年来美国的选择吗？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他们还会选择美国吗？这2期的受访者详细地分享了申请 H-1B 绿卡的流程和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希望他们的分享能给考虑润的人提供一些思考，也给正在美国移民程序中挣扎的人带来一些慰藉。下面是和 Andrea 的对话。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的年龄，来美国之前在哪里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来美国呢？我的名字叫 Andrea， 我现在大概30出头，然后我10年前来的美国，然后来美国之前在国内读大学，然后来了美国之后读了研究生，然后留下来工作。你当时为什么来美国呢？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也是中国的教育吧，就是觉得要出去留学，然后深造，然后有一个镀金，然后但是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知道我是 gay， 其实在国内就会有很多想法，什么样的 environment 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我觉得美国的话就是一直是那么一个比较，我至少想去探索看一下有什么更开放的地方的自由国度，所以也是就正好加上求学就来了美国。那你在美国毕业以后找工作的方向是什么？你能不能说一下都经历了什么？我找工作的方向，在美国留学的人都知道，其实能够留下来的就只有几个方向，基本上就只有做 tech 或是做金融，有的人可以做 consulting， 因为自己读的是 STEM 专业，所以也是一开始找的是 tech 方向的工作，然后这么多年来也都是做的跟这个相关的。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呢？然后你拿工卡的这个过程中顺利吗？能不能说一下呢？我现在是 H-1B 身份，然后拿工卡过程非常不顺利。美国这个绿卡拿工卡的流程是非常复杂，我觉得我们拿了2个小时时间都讲不完。然后简单来说就是我是一个学生，如果我学的是科技 STEM 专业，毕业之后可能有3年的时间可以找工作，然后以学生身份那叫 OPT， 然后这3年之间你必须要找到一个雇主能够 sponsor 你的 H-1B， H-1B 就是工卡，有雇主 sponsor 你还不行，你这3年时间还要抽签，因为想申请工卡的人比每年美国发放的工卡的额度多太多了，所以最后就 end up 就变成一个 lottery， 就是你工作能力强，你有公司 sponsor 也不代表你能拿工卡，有很大成分上的运气成分，你能不能拿到工卡。然后就算你中了这个 lottery 之后，你拿到 H-1B 只有6年的时间让你工作，这6年的时间里面你必须要想办法就是申请绿卡，然后申请这个绿卡又有很长很长的过程，有5、6、7、8步，然后每一步都有可能失败，然后非常非常复杂。然后我在刚刚讲的这些每一步里面都基本上遇到了问题，比如说我第1年没有抽到 H-1B， 然后抽到完 H-1B 之后遇到了 COVID，然后我必须要激活的 H-1B， 然后我在 COVID 期间回了中国。你为了激活就必须要回国是吧？对，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回了中国，想要激活我的 H-1B
工卡，然后就回不了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把所有的中国的大使馆都关掉了。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Donald Trump 还有什么 H1B ban， 就他禁止这些外劳工拿到工卡来回美国。然后我在中国又待了1年多，然后后来终于又回到了美国。2021年的时候，然后拿工卡开始继续工作，我公司开始给我申请绿卡，然后申请绿卡的第一步又不顺，到了2022年我绿卡被拒了，然后被拒的原因也是非常 bureaucratic，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就像抽签一样，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那种理由就是相当于说你把名字写错了，或者是说生日写错了，因为律师搞的事情，你又没有办法 correct。然后2023年又重新来过，然后2023年呢，很多公司又在裁员，然后我们公司也在裁员。如果我被裁了的话，我的工卡的身份就没了，然后我这些所有绿卡的流程都要重新来过。然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要拿绿卡从申请到结束可能要5、6、7、8、10年，没有人知道。这个对于我来说，这些所有的经历都是其实是非常的 painful。对，你就说你的 H1B 是第2次抽签抽到的是吧？对。然后你现在还是 H1B 的身份，然后但是你已经在开始申请绿卡，对吗？对的。能说一下，就是你在疫情期间因为这个签证原因回国激活 H1B visa， 然后那个不得不在中国滞留1年多，你能说一下你经历了什么吗？经历了很多，虽然我说我的经历还挺曲折的，但是我觉得客观上来说，我肯定不是说在这个美国工作拿工卡拿绿卡当中经历的最波折的。我在中国滞留的时候，有一些微信群里面有500个人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人回到中国过年，然后就因为 COVID， 然后就整个 lockdown 没有办法回美国，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工作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没有人其实想跑那么远，然后要去融入别人的文化，去变得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以前在2020年之前也会想说，中国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有各行各业其实发展很繁荣，我也会想说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虽然我是一个性少数群体，但是说不定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也可以变成其中去，把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好，对性少数越来越包容的一员。然后我2020年的时候就觉得那这挺好的，我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机会，然后我可以去知道中国当地的社群，然后 NGO， 然后成为一员，然后去参与到社群运动当中。然后我其实去之前是很有激情的，回国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还有我工作的1线城市都有其实做很多的活动，或者是参与到社群的运动当中。但是就在那1年之间，其实看到了很多性少数群体和包括女性主义的群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空间被压缩的情况。然后我作为一个其中参与者，我会觉得非常的窒息，我会觉得这个空间不是我想回去想报效祖国那么简单，而是觉得说我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好像心有余欲而力不足，我会觉得非常的失望，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反而都被打压。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我们想在中国1线城市跟一个中国最大的 LGBT 公益组织搞一个青年的夏令营，面向大学生去帮助他们探索他们的职业的发展，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准备他们未来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一个青年的时候，在大学或者中学的时候，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没有机会的。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提供一些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性少数群体，帮助他们去成长。但是我和这个非常出名的北京同志中心准备了几个月之后，在这个青年营没有开始的1个月之前就被当地的政府就是禁止了，然后所有这些心血都付诸东流，就是很失望。然后再加上工作这个强度原因，我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我觉得健康的环境。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想回到我以前在美国的生活，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
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那你接下来能不能分享一下你21年是怎么样回到了美国的呢？其实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实在是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因为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大使馆，然后 Donald Trump 又有这个工签的禁令，然后我当时在那些滞留的微信群里面，每天都刷新那些各种各样的信息，怎么样去拿到签证的位置，哪一个签证官比较好，然后我怎么才能拿到那种赦免，各种各样的东西，每天都在看。我在申请签证的时候还被拒了一次，那个时候还有一次被拒，然后2021年3月份的时候被拒了一次，然后整个人就是很崩溃，因为我有其他朋友也是同样的处境，然后他们就拿到了，我的签证面试的申请就被拒了，那个就很崩溃。你会觉得就跟抽 H1B 一样，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你就是一个没有任何 power， 没有任何就是对自己生活有掌控感的人，然后整个人就很崩溃。只有继续工作，然后继续等待这个时机，然后一直等到6月份，好像又有一些政策宽松，然后我都不记得我怎么又拿到一个签证的机会，我又去签，然后就终于签过了。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签证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北京签证，然后我在那个酒店里面一直哭到可能凌晨3点，因为我太害怕第二天会被拒，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对于我说太重要了，就是所有那1年多的情绪都在我签证的前一天晚上爆发出来，然后我就在那个酒店里面哭到3点。天哪，天哪，你一个人吗？对，我一个人。哇，我知道就是在美国这边有一些年轻人因为 H1B 这个完全无法掌控，所以他们就会去拜菩萨呀，或者去吃 Chick-fil-A 吃炸鸡了什么的，去求签或者求菩萨保佑。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吗？有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我遇到 H1B 才做这个事情，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就确实是会在这些时候更加会去寻求心灵的平静。那你那会儿就比如说像 H1B 啊，还有在国内的这种签证，就是 H1B 抽签，还有在国内签证之前，你会去庙里面去求菩萨吗？或者是去会做什么的？我会抄经，我会禅修，然后我会读这些佛教的著作，但是我觉得不是求，因为求的话就相当于有一点贿赂菩萨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佛教的主要的价值观，主要的价值观还是接受生活中的逆境顺境，然后找到内心的平和，所以我不会说去求或者是拜让这个事情快点解决。我觉得很多这种签证身份带来的问题很多就是你觉得你对你的生活完全没有控制感，完全没有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信仰的话，其实在这种不安全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支持。对对。21年回到了美国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回过国，为什么呢？因为22年之前中国也一直在搞这个清零政策嘛，然后我觉得要回去要隔离也非常烦，这个我没法接受。2020年的时候回去已经隔离过一次了，然后后来清零政策完了之后，我的 H1B visa 只有1年的时效，我的 H1B 已经在美国过期了，如果我要回国的话，我又要重新签 H1B， 这个情况就像我2020年的时候一样。然后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没有那么的极端，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恶化，随着这种国际的紧张局势，我内心其实是很害怕的，就是我已经被有这种创伤，就是会觉得会有极端的想法，就是万一我在那边被困住了怎么办？又是1年，然后美国的经济形势又不好，然后我到时候失去了工作，然后又回不了美国，就会有这些比较极端的想法，然后就不敢回去。对，你给我写了私信是吧？你的信写得非常好，那其中你就说2023年白领行业大幅度裁员，我的公司也有受影响，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所有身份都绑定在工作签证和绿卡申请上，在工作和身份的双重压力下，我抑郁了。你能说一下是发生了什么吗？对，就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美国的这种各行各业，特别是白领行业都有大幅度裁员，然后我们公司也因为的业绩会受到这个经济上下行，特别是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借贷能力下降的影响，然后我们的营业额也有下降。这个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说我们公司在裁员，然后我就会看到我身边的人。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我的下属都有人被裁，然后我也会有这样的压力，就是给一个裁员警告，给你一个 heads up， 然后就说有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有啊，你有接到啊？我有接到，然后身边的人都有接到。哇，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工作被裁了，那我必须要在2个月之内找另一份工作，能够 sponsor 我的 H1B， 然后同时我的绿卡必须要从头来过，就是之前很多做了1-2年的那些绿卡的手续都会付诸东流，然后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我就是没办法，精神上没有办法想象再来经历这样1次2次，我觉得就是太痛苦了，我不想再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但是同时就是有这样的害怕，有这样的焦虑，但是同时在工作当中你又还是要表现得比别人都好，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被裁。然后就是一方面你要表现比大家都好，另一方面你其实回到家里面又很害怕，就是这样2个双重压力下的话，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来到美国？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希望有自由，希望活得更好，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甚至都没办法回国，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换一个工作，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出国旅游，那这个一切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10年做这些东西？这就会让人觉得很迷失，然后迷失之后再加上这种工作的压力，就会觉得非常的抑郁。对，那你有去看心理医生吗？寻求帮助？有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系统性的伤害还是很需要这种专业的心理人士帮助的。然后我也有心理医生，然后我也有包括我的职业的相当于叫什么呀 career coach， 对，他们都提供了很多专业的帮助，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你在这个私信里面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拿着 H1B 夹在中美之间，哪里也去不了。在我抑郁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就是一场监狱，我怎么都逃不出来。你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在一个监狱里面待着，虽然就是你以前向往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对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而且当我跟我身边我自己的朋友，我大学同学，或者是说也是拿 H1B 的人聊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是这么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也很多年没有回国了，或者是他们就算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也不敢随意换工作。然后你不开心，你也没有办法说买一张机票飞到中国回家，或者是飞到随便哪个地方去散一下心，你就被绑在这个工作上，然后变成一个有点像那种合同制的佣工，没有办法做生活的选择。对，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生活，有很多受制于太多别的事情。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跟2014年的自己说话，你会建议他来美国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其实我自己都想过，我就经常回想自己的一路，我会觉得是不是当时去了欧洲，去了澳大利亚会好很多，因为如果我去了任何其他国家，我现在肯定都拿到绿卡，然后或者是公民的身份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来美国，因为我觉得当时没有这样的信息。今天我之所以愿意在这地方讲我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说分享，也是希望说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做的这个选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个更想得更通透的选择。我觉得当时我也做了最好的选择了，只是有时候国际局势或者是说很多外界的东西变化的太快，你没办法预测。我觉得从佛教的角度上来讲，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接受
现在可以做的最好的选择。那如果你现在给在国内大学刚毕业的人和你差不多的性少数群体 LGBTQ 的这样子的群体的人，你会建议他们来美国吗？我会建议他们去申请到加拿大，然后拿到加拿大的工卡、绿卡或者是公民之后再来美国生活，如果他们想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还是最终来美国呢？如果他们想来美国，如果他不想来美国，那就去其他地方。我觉得美国也还是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不是说是每个人。对于很多人来说，所有的外国移民来说，想要拿工卡的外国移民来说，美国都是一个太大不确定性、太耗人、太消耗人的一个地方，是吗？就是它这个移民体制。对，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美国的工作环境或者是说整个经济环境确实比世界上太多国家有太多的机会，就是这个美国梦我觉得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向往，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有这样的美国梦，我觉得是你要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可能去加拿大拿到加拿大身份之后再考虑来美国，比直接来美国更安全一些，更有底气一些，是吧？起码有一个 fallback， 是吧？你可以退路，是吧？对，没有这么多不确定的东西。对，就是你是觉得就是回国基本上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太可能的选项，是吗？因为我在国内工作和生活过，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个人体验就是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再加上我在美国生活太多年了，我已经习惯，确实美国挺自由的，然后我觉得我很疲于搬家，我觉得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如果可以的话。对，其实我跟你们好几个人聊，就是美国社会是很自由，机会也是比较多一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机会这种自由又不是完全向你们开放的，是这种感觉吗？所以这个也是让你们觉得非常沮丧的一个方面。对的，美国是一个美国梦的地方，但是它只限于对公民或者是某些人，然后它所谓的美国梦或者是它这个移民系统又非常歧视某一些种族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个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地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夹在中间没有地方可以去，然后特别是这些，我觉得这些歧视是针对到我，然后这个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失望。你能说一下你21年去签证的前一页是你这个从 H1B 到绿卡的这个过程中最低落的时刻吗？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低落的时刻呢？肯定不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期待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中国觉得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不是很理想，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抱着期待说我要回到美国之后生活就变得更好。但是2023年这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当我觉得我在美国被困住了，然后我好像没有一个出路，然后我的绿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那个时候其实是最难的，因为你觉得我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好像永远都被夹在中间，然后美国也没有给我一个完美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当人没有这样的憧憬的时候，其实是最绝望的。天哪，我以为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的绝望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有一点点希望，是吧？因为你第二天要去签证，如果拿到了，你的生活就可以改变了。对，人只要有希望，其实你就会有很多的意志活下去，或者是你就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希望或者是期待的事情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已经穷尽了所有你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好像看不到一个前路，那个时候其实是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你现在能看得到一个前路吗？对，我其实2023年底我就拿到了绿卡的第2步。绿卡有3步，一个是第一个步叫 PERM， 第2步叫 I-140，第3步叫 485。我完成了第2步，然后完成了第2步之后就说我可以一直续我的工卡，然后我的绿卡排期也是定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多一点安全感，就是至少说我不用担心我要被这个国家马上赶出国门，然后担心我的工作。
然后再加上这个经济形势有一定的好转，现在会觉得好一些。对对，就是现在如果你没有工作了，不会有太大问题是吧？也会有问题，但是其实我对自己的能力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现在如果我没有工作，我应该可以马上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我的绿卡不用重新从头来过，这个会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想站在地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是因为我自己经历了这些东西，然后也渐渐的感觉看到未来有一些希望。但是当我跟我身边的朋友或者同事或者是年轻人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评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跟我一样，然后我没有那么的孤独。原来我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或者是习得性的无助，不是说我自己当年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或者是说我哪里没有做好，导致了我现在遇到这样的困境，而是因为一个体系造成的。然后意识到这个之后，让我觉得感觉松了一口气，就是说不是说我不努力，不是说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然后同时我也想站出来说，让大家像我这样的人听到说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不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会一定要想办法一起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这个是美国梦的中心思想，也不一定是美国梦，这可以中国梦，或者是说世界梦。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也觉得很关切他们，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不是最惨的。我出生的年代，我觉得大家都充满希望，但是我觉得如果是00后，我其实是很为他们感到担忧。然后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知道他们要面临什么，然后有足够的准备去面对他们的未来。无论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我觉得很多困难也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掌握的。我觉得我们只能做最好的准备，然后尽最大的努力。那我再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说你如果有 H1B 都可以在美国重新 renew 的话，那你其实也不见得非得要绿卡，其实你也并不是觉得你需要在这长待，是吗？我觉得这个涉及到，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个人，其实我是一个中国人，汉人，但是我觉得我并不代表中国国家的立场。就算我变成美国人，我也不代表美国国家的立场。我作为一个个人，不应该受国家的立场或者他们之间的纠纷导致我有这些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是在夹缝当中，我们承受了很多我们不应该作为个人承受的东西。然后回到你的问题，确实绿卡或者是美国国籍在一个完美的社会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永远都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给一个人的在这样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会做一个选择，让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在安全的情况下。包括在2战的时候，很多日裔美国人甚至会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我觉得在美国的中国人也会有这样的害怕，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未来会动态的选择自己想在哪里生活，或者是拿什么样的身份，基于大形势的考量。在中美环境不断恶化，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况下，对于像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会把中美关系作为你要申请绿卡呀 H1B 呀这样子的在美身份的作为其中的考虑因素之一吗？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我觉得在5年前10年前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最近5年的局势变化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我也会做选择或者是做调整，如果这个中美关系持续变化。但是说实话，我不想去对这个事情做考虑，因为就像我说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个人不应该承担2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结果。但是个人总是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被迫承担2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结果，是吧？这个是的，所以会觉得无助，就是更加的另外一层的无助。一种无助是美国的这种官僚体系，是吧？它的移民政策体系给你的这种的无助，一个体系性的无助，这已经是不确定性了。然后还有一层的不确定性就是中美关系现在也是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就对你们这样子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很难做选择，很难看到希望。是的，确实这个是我经常会考量的，所以我只能说从个人的层面去
优化我有的后路。然后我也建议大家说，也从他们的个人层面去考虑一个退路。我觉得这个局势甚至就有点像二战的时候犹太人在欧洲他们应该考虑的情况。真的，你都想到这样子了？是的呀。为什么呢？你在生活中已经遇到了一些什么情况吗？比如说在佛罗里达买房禁购令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还挺明显的一个对于中国人的歧视。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政策如果越来越多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是说几率很大，但是我觉得都可能在未来某一天有这个可能性。谢谢 Andrea 的分享。接下来是和 David 的对话。 David 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的年龄，来美国之前在哪里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来美国呢？你好，袁林老师，很高兴和你讲话。我今年28岁，之前就是在国内上学，第一次来美国，应该是15年，当时有一个暑期的交换活动，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恰好学校里也有一个项目可以让我转学到美国来念剩下的2年本科，并且也可以拿到国内的学位证，所以我觉得那个机会很好，我就来了美国。之后就念本科，之后然后就念研究生，之后现在就找工作，现在工作了也3年了。工作了也3年了，你毕业以后找工作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申请 H1B 的这个过程顺利吗？对于我的话，我就是做 IT 的码农，这个在美国来说工作相对其他领域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容易找的。当然这2年也有一些变数，经济环境也好，裁员也好了。申请这个 H1B 签证的话，就我们这个领域来说，一般大家公司都愿意帮助你去申请，因为这个申请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申请的费用是很低的，就是要加入这个抽签，就是$10，所以一般来说都是愿意帮你申请的。当然你抽中之后得有一些费用，可能$3000到$5000吧，加上律师费一共，就是这么样一个花销。一般来说公司是愿意的，毕竟你毕业之后的工签，就所谓的 OPT， 最长也就是3年，你一个学位等级只能有1次 OPT 的机会，就是说本科有1次，研究生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对。但是 H1B 现在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申请的，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就是说因为申请的人数太多，我这刚好也拿了一点数据来，就是我是21年毕业，我22年第一次抽签，抽的是23财年的 H1B， 当年有47万4千份申请，然后移民局随机挑选了12万份，简单来算一下，这个中签的概率就是 27% 的样子。当然你要具体来算就要复杂一些，有研究生学位的恐怕就会高一点，但是高不了太多，可能能高个5个百分点，就这样。然后去年的抽签是历史上申请的份数最多的有75万8千份申请，移民局抽取了18万人，你要简单算一下概率就是 25% 左右。因为之前的话，当然移民局假设是一个人可能有几份 offer， 你每个 offer 都可以申请一份 H1B 抽签，但这个导致了很多申请者，尤其是在海外的申请者，可能会有一些滥用的情况，他可能一个人找一些 staffing company 给你申请5个甚至10个抽签，是这样的。今年实际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制止了这个现象，允许你多个公司注册，但是抽签的时候只算一份，就按你个人来抽签，就不按公司了。今年的话是25财年，47万人申请，抽取了12万人，大概的概率就是 26% 抽中的概率。就是每次都有差不多1/4的人能抽中。这3年来说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历史上应该是概率最低的3年。那你22年抽中了吗？没有。我到现在还没有抽中的。那你现在你已经毕业3年了，你的 OPT 都用完了，你是怎么来做的呢？就有一些选择吧。OPT 我可能还有2-3个月就到期了。一个选择是回到学校去继续念书，有一些学校呢，它可能可以给你颁发一个所谓的实习的工作许可，能让你继续在某些领域继续工作。或者就是如果公司能愿意的话，可以把你搬到国外去工作1年以上，申请这个 L 签回国。L1。对，大概就是这2条路可以走。那你怎么做呢？我的话我可能暂时今年应该会回到学校，继续念书，争取同时可以工作吧。天哪，
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CPT， 其实叫课程实习训练，对的，对的。美国给这个一些国际学生的临时的就业的一个许可。对。那我想问一下，你抽了3次了是吧？对。都没有抽中。对。每一年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还是越来越绝望呢？这个心情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第一年的话，其实也就觉得没有什么，毕竟我还有2年嘛。去年的话，因为他那个申请人数创了历史新高，第一轮抽签的中签率大概只有 15%， 当时基本上很少听见有人抽中的，所以也觉得还好，有一点紧张了，也在跟公司聊一些其他的方案。今年的确是心情会沉重一些，会困难一些，尤其是他宣布结果的那一段时间，就是3月的最后一周，从大概周3到周6，他每天都陆陆续续的给抽中的人的代理律师发送那个通知的邮件，所以你在社交媒体上看的就是每天就会有人说我抽中了，我第一次抽我抽中了，怎么样的。但是没有抽中的人就只有在那等着，那个是挺煎熬的一段时间。如果他能一次性把那个通知发完，谁抽中了谁没抽中，这样我觉得会更好一点。那你的煎熬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是感觉脑袋里会想很多事情，你会想我待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对吧？你肯定会想为什么别人能抽中这种问题，虽然有点傻吧，但是的确你会想这些问题，也会找朋友出来吃饭聊天，就这样比较郁闷吧。对，那你怎么跟你自己解释说我待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我也还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就是我也并没有找到我必须得离开的这么一个理由。就是身份问题吧，这个 H1B 抽签就感觉给我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我很多计划要做的事情都没办法去做了，就只有卡在这里。比如说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就是职业上有签证的话，我可能可以寻找一些对我职业发展更好的工作也好，能去我更喜欢的地方，或者我跟女朋友还是异地，所以如果能搬到一起，那就是更好的了。长期来说，或者去旅游，我也不能出境旅游，很困难。这个回国看望家人，这些也很困难。是，你能说一下吗？就说你和你的女朋友是读研究生时候认识的是吧？对，本科的时候认识的，16年了。然后你们21年研究生毕业，然后你们2个人3年2个人都没有抽中是吧？我是抽了3次，他是抽了2次，他第一年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给他那个抽签，一共就是5次，对，都没有抽中。然后你们俩也都一直是异地是吧？是的。哇，好难。是的，还算能维持吧，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还算能维持。我们2个地方坐飞机可能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你跟我说现在又不仅要异地还要异国了。是的，就是他那边也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什么，就是公司愿意给他换到海外的一个组去工作，大概就是这样。但他那个情况的话，就是不会给他保证一个 L1， 就是完全的是一个 transfer。L1 的话有可能，但是得靠他自己去争取和探索了以后，可能1年以后再看。那你还说了，就是你因为这个签证的各种问题，你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国，你有多少年没有回国了呢？上次是本科毕业18年回国的。之后当然就是疫情的原因嘛，然后之后就是学生签证过期了，然后我也是 OPT 的这个状态，相对回国也麻烦一点也就拖到现在了。然后疫情期间你的也有亲人走掉是吗？是的。其实说的可能难听一点，但是就是在疫情期间我还有理由说我不回去嘛，对吧？现在的话就是只能祈祷一切都平安吧，不要出什么问题是最好的。对，你给我写的私信里面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国了，疫情期间婆婆爷爷也走了，国内的朋友感情也逐渐淡了，感觉来了美国为了理想中的自由而牺牲了太多实际的自由。你能说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实际的自由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对吧？换工作也好，去自己喜欢的地方也好，跟自己喜欢的人住在一起也好，旅游，跟父母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实际上正在伤害我，对我造成影响的事情吧。但所谓的大家口中会经常谈论的美国的自由这些，或者是大家可能说的是更好的社会，
公平法治，或者说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东西，很难说，就是我真正得到了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确是得到没有失去，所以我不痛苦吧。但是你让我比较哪一个更重要，现在我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对对，我都不知道你和女朋友从异地到异国，你们以后怎么相处？但是确实是一个实际的困难，是不是？现在1个月能见一次，然后你现在还不能出美国。对，只有他办签证回来看我。而且他每一次回来可能还是需要办美国签证。对，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很长的过程。当然这个事情上来说，我觉得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比留在这里读一个你可能不太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选择，去一个新的国家探索一下，我觉得对他个人的成长来说也是有益的吧。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这边就算不行了，我以后说不定还可以跟他一起去英国呢。英国的配偶是可以工作的嘛？哦，其实这样子啊。除了美国吧，我觉得所有的大部分国家吧，配偶都可以工作。是，甚至比如加拿大，甚至你拿学签，配偶都可以工作。美国是你拿工作签，配偶都不一定能工作。对的，真的是。还有就是你现在如果想要办绿卡的话，是吗？你跟我说这个劳工证 perm 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你给我解释一下。像我这样的情况的人，如果要办绿卡的话，大部分走的是所谓的 EB2 和 EB3 这个类型的，就是叫 employment based。EB2 就是说你有研究生的学位就可以， EB3 就是本科学位，然后得有一个公司来 sponsor 你。这个流程是非常漫长的，主要是跟2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一个是劳工部 DOL， 一个就是移民局。移民局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劳工部这个会比较难。就这个流程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你的特殊技能，公司没有办法在美国招到一个可以代替你的人，所以这个文件，这个所谓的劳工证就是为了证明你是独一无二的，公司用了很多的力气去招聘，都没有招聘到合适的选择，所以只能让你来工作。这个的流程可能在疫情之前的话，总共来说可能就6到9个月吧。之后就是根据你的出生地来排期嘛。现在这个疫情之后，劳工部的审核时间非常长，光这个 perm 一项的审核时间就要可能400天以上了，整个流程就被拖到了2年到2年半。在这个期间你是不可以换工作的，你换工作这个就失效了嘛。然后如果公司有裁员或者什么变动，你的这个劳工证是没有办法交上去的，因为你公司很难 justify， 就是你在裁员为什么还要招人。就是不是裁你，是只要有裁员，大规模吧。所以那些比较头部的科技公司 perm 可能它裁员之后就会暂停6个月，这样你暂停6个月可能又得一切重来，或者是很漫长的。也有一些人或者是律师他出错了，给你填错了什么东西，导致你的申请被拒，但是你是已经经过了1年半2年的流程才知道被拒，又得重新来一次。哇哦，天哪，这个不确定性简直是太高太高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是想走所谓的 NIW， 就是你得有自己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是有论文，这种会更好一点。就像这样光靠公司来 sponsor 是比较难走的，现在来说。当然未来也是未知的，也不知道这个政策会不会发生调整和改变。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你现在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你有什么担心吗？这个很难讲。我觉得就我们这个人群实际上是没有太多人关心的人群，就生活可以生活，饿不死也没有选票，对吧？政客也不会关心的，跟普通民众也不会关心。有大的往好的方向的改革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低的。那你担心不担心中美关系现在不好，对中国移民来说可能是会更不友好呢？这个过程会更长呢？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其实和两国关系没有太大的这种的关系？当然我觉得不应该有影响，但是实际上肯定也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对大家的心态会造成影响。比如说来美国的人，他可能国内的人他想移民，他选择到美国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长期来说对在美华人这个群体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他会不会限制某国公民来进行移民，我觉得这个也有难度。
就在技术层面上，我觉得恐怕是不太能造成影响的。但实际上还是或多或少对人们做决策是有影响的。那你说你希望能够讲述你这一类人群的经历，能够提醒或准备出国，希望获得社会的一些关注。第二个呢，你说是希望能够提醒准备出国留学生活的同学提前做好规划，尽可能多的了解当地的移民政策。即使你不清楚当下你是否想移民，还是要慎重的做出选择（括号尤其是来美国）。你说一下你这个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就我觉得跟我情况相似的同学来说，如果你选择出国的时候，大家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我一定要留在那里，或者是怎么样。在这种时候，你很可能就忽略了你如果以后想留在这里，你所经历的困难。如果你要给16年的我提建议的话，我就会说，尽管你不清楚是不是你以后想留在美国，但是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流程，它到底是怎么走的，它有风险，以及你可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如果你给16年的你再一个选择，你会来美国吗？很难讲，我觉得我可能会去类似于加拿大这种国家，先搞定身份吧。对，就至少生活有一些确定性，是不是？然后我想闯一闯的话，我可以再来美国，对吧？对。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16年去加拿大，那身份早就搞定了。对，是，可能1年多，我听他们说1-2年就能搞定枫叶卡什么的。当然，加拿大现在政策也有变化。你会考虑去加拿大吗？你和女朋友？这个位置比较尴尬，我现在上不去下不来，就被卡在中间了。你要走的话，就得放弃你在这里的一切东西。去新地方又得重新来过，建立你的社会关系网也好，你的信用记录、你的工作都得重新来。实际上我有稍微探索一下去加拿大的选项。我想如果能直接找工作过去的话还是不错的，让我再去念书我觉得可能不太像。那边找工作容易吗？就网上的情况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恰好还认识一个朋友，他们那儿还挺需要人的，但是即使是他是 manager 他愿意招我，但是这个 HR 也可能会因为移民政策来说不能招海外的 candidate， 因为现在从海外直接招人去加拿大，那个公司要付出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对，哇，好难哦。是，加拿大学签好像也有一些改革最近，但是具体的就不太了解。对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就说这个整个的过程吧，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整个的过程就是说，美国这个移民系统它是很碎片化的，它并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流程，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它也是这么几十年来拼拼补补来的这个很奇怪的东西吧。对于学生的这个 OPT 到这个 H1B 这条路也是不明确的，它没有一个整体上的考虑，就是说美国到底是需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甚至有些时候在想，要不就把川普选上来，把这些项目都给关掉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更好一点？是这一点我天哪因为我是被卡在这里了嘛，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索性让政府给你做个决定是吧？对，把你的念想就断掉了算了。对，天哪，我就搬去英国了说不定也不错呢。真的是不上不下是吧？然后就不知道明年会是怎么样的。这人的生活真的是这种焦虑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是不是？是因为这本身这个抽签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你没有任何的控制。很多人就是第一次抽就抽中了，也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抽不中的。我也听说有人念了一个硕士，又念了一个硕士，还念了一个硕士，还没有抽中，也有的。其实我还挺感激的，你愿意出来分享，因为20年前我申请 H1B 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觉得理所当然我当然应该有了而且确实那时候好像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拿得到。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比如说你对于有一些我也写过，就我也做过播客，就是这些走线来的人，他们有一些人就拿到了工签，好像还更容易一些，或者是工作许可更容易一些，你怎么看这样子的呢现象？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勇气的，尤其是能从中美洲走过来的话是很了不起的对，所以你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就这个
技术上来说，他们那个池子应该跟我们不是一个池子。对，其实和你们没有什么竞争，对，他们更多是一些蓝领的这样子的工作，也挺辛苦的。他们要拿工卡什么的也很困难，积压的案件也好，排期也好。对对，我们肯定不是最惨的。比如说印度人，他们的绿卡排期估算可能会100年以上的，几十万印度人、上百万印度人，在他死之前都拿不到绿卡。天，太可怕了。所以你这么比较下来，你觉得自己的经历没有那么惨，是吗？是挺不幸的，但是世界上不幸的人还有很多。当然不是比惨，就是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吧，也只能往乐观的方向去看，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吧，我觉得。我想问一下，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因为要这个 H1B 抽签这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就去求菩萨，或者吃这个叫 Chick-fil-A 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有没有去做过这个事情？我是不相信这个的，我不信所谓的宗教也好这些，但是我倒是愿意去了解这个现实生活中很多宗教的历史啊、习俗啊这些，但是我个人并不相信有这个更高的这个力量在掌控这个社会。但是怎么说呢？今年我最后一次啊，而且我也没有任何可以控制这个抽签结果的办法，再加上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 Chick-fil-A 我还是去吃了，但事实证明没有用啊。你祈祷了吗？当时你吃的时候祈祷了吗？那可能这就是我差的这一步吧。我没有。但是你吃的时候有想过说，也许我吃了这个能带来一点好运呢？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吧？想可能还是会想的，因为社交媒体上那种信息是铺天盖地的。你明年4月1号之前，3月底可以去，比如说小红书或者什么中文社交媒体上看看，就都是发这个的，很夸张。对，我已经去看了，就说你虽然就是不相信迷信，你也不屑于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今年3月份去吃这个 Chick-fil-A 的时候，你还是心里有念叨。对的，对的，因为我没有其他能控制这个事情的办法 ，last resort 了。last resort 最后的办法了。就是你只能 resort to superstition， 只能靠迷信了，是吗？就是这种感觉。倒也不是吧，你自己还是做好规划，抽中了该怎么办，没抽中又该怎么办？提前还是会把这些做好的啊。完全超出自己控制能力之外的。是的。一点点念想吧，就是这样子的，也不是说真的是靠它，是吧？对的，对，因为你昨天跟我说，你说其实是有一点 ashamed 的，就说我竟然还会想这样子的一个念头，是这样吧？是的。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么难，这么不确定，你的生活别的方面都要按了暂停键，就是为了这么一个 H1B， 为了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还是要留在美国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他给我把一些东西按上了暂停键，我还是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生活做好，在这里把每一天都过好吧，积累这些工作经验也好，工作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也好，再有更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做出选择。到现在来说，我其实并没有这个念头说我一定得留在美国或者怎么样了，已经把我折磨的没有这种很坚定的念想了。我自己认为啊，你实际上的每个人都要去想嘛，自己在美国待下来是生活工作可能有更好的前景，还是回国会有更好的前景？你实际上是做过这样的比较的，对不对？如果只考虑我自己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是，或者说其他的国家吧，可能是更适合我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在国内，你免不了你有亲人，对吧？我们这代人也是独生子女，你有朋友，是这个决定是很难做出来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话，你想让父母过来生活，这个也是一个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很困难。加上这些因素来，以后就很难选择了。如果国内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或者说经济更好一点，说不定也是一个不差的选择呢，我觉得。那你会想到国内的35岁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吗？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我觉得在国内的话，你应该都有房子住吧，对吧？而在美国，我什么都没有，我每个月的房租跟我这儿的房贷也差不了多少了，一小半钱都拿去交房租了啊，生活成本也是挺高的，再加上2个人异地，你得出双份的房租，对吧？经济上来说并不一定有多好，工资可能会高一些，但实际上你的开销也会高很多。
对，生活品质没有国内高，对是不是？是。因为你在国内，毕竟可能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吧。虽然说，当然真正回国可能也会觉得国内有很多不好的地方。这个可能距离产生美吧，也是。我很久没回国，我也说实在不清楚国内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对，18年都没有回国，6年了，哇！对，天哪！所以如果能旅行回去看看，再做决定，那是最好的。你又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你真的是好难啊。是的，就被卡在这里了。就没有出路是吗？反正是没有出路。好，谢谢 David。谢谢袁丽，谢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